大人级的那种，可能阿姨、姐姐什么之类的。但你知道吗？被叫一声姐，就代表你在他们心目中某种程度有一种存在感嘛，有那个分量。Caddy here. Grab your tea and take a seat. It's K&K Chat. Hello， 大家好。Hello， Hello， Patty。嗨，咖啡，我帮你净化。OK， 我蛮需要的，快点帮我净化。我也很需要。你刚才讲到那个净化，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最近有一件身心灵非常需要被滋润的话题。就我那一天照镜，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有很久，但是我一直忽略它。但我最近一直在专注在这个点上面的时候，我发现，天哪，我是不是变老了？我好像曾经也有过这种焦虑，但是我是立志要当那种越老越辣的那种女生，然后年纪只是一个数字，不重要啦。我知道啊，我也是啊，我觉得，但是真正看到真实的样貌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吓到，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突然觉得不知道哪天开始，好像你的面容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不是皱纹哦，就是那种你好像感觉到那种时间真的在我的脸上打卡。时间真是一把杀猪刀的那种感觉，就是超明显的。我觉得对啊，因为我现在只是光是看可能前几年的照片，那时候你都会感觉胶原蛋白那种一点点婴儿肥，现在整个就已经凹进去了，怎么吃胶原蛋白都补不回来。我是有点存档了，你知道，我还有一点存档，因为我比较胖嘛。没了。以前我记得大学考试的时候，我都是熬夜到早上，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就念到早上再去上课，然后你还是可以，然后头脑清晰，然后看起来还是很漂亮。但是现在会觉得，我还是要不要擦个隔离霜？明明8点就睡了啊，没有9点半睡，还是要擦一下隔离霜，不然就不敢出门的感觉。对啊，我就觉得说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我们20岁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哦，30岁以后啊，生完小孩之后啊，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都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塞，他讲太早了吧，离我们那么远，就算30几岁，我还是看起来很年轻啊，对不对？然后可是我现在认真觉得其实不远呢。20几岁的时候就听到那个人35，你就觉得哦，心里还想说那老女人，现在我说我自己吗？我就觉得他怎么会跟一个年纪这么大的在一起？就是我的妈，是去变阿姨。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我们是在怕变老本身这件事情，还是说背后会不会有更深层的一些底层信念？我觉得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变老的那个状态是就是生完小孩，然后在吹头发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根白头发，然后我整个瞬间吓到，我就把它拔掉，然后就跟我老公讲说：“你看有白头发。”我那时候还自我安慰说：“啊，一定是生完小孩，我的身体的营养素不够啦，所以才有白头发，它之后就会长回正常的黑头发了。”但是我跟你说，你只是一根而已哦。我那时候是一整撮，好像2年前吧，一整撮就是我怎么拔，然后就那整撮长出来都还是白头发，超可怕的。然后最后还整个秃掉。对啊，就是前2年的时候，我还去台湾染头发，然后那个发型师还说，你这好像是就秃头了，就是好像就长不回来什么的。但没有，我现在已经全部长出来，都是黑色的。哇，那它怎么变成黑的？快告诉我秘方，如果你有发现的话。但是你那个真的你那真的蛮严重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蛮紧张的。然后我一定会想说，我一定要马上去买什么抗老霜、胶原蛋白，然后我还会立即想说，我是不是要赶快去练肌肉，肌力提升，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瞬间，就是每天晚上我睡前都在滑那个，就什么抗老、抗皱，然后胶原蛋白搭配维他命 C，然后就这样一直加入购物车，然后买了一大堆，很焦虑你知道我之前我还会买那什么，也是一种抗老的那个，也有点像胶原蛋白，但我也买了超多的。那我真的是害怕变老。等一下，我还有买那个，就是什么细胞再生的那个，可以吃进去，好像可以修复你的细胞端粒。这样讲一讲，我还要买那种干细胞的面膜。哇，你真的很大手笔耶！
反正 anyway，我觉得后来我就发现，我们害怕的就是不是变老，就是害怕那种以前那种年轻啊、闪亮亮的自己。就是你刚才说的嘛，我们完全不用擦任何东西。其实我以前小时候也不擦防晒，我就这样子出门。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跟过去的自己已经在道别了，跟他说再见？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不是又要唱我们常常唱的那首歌？我们哪一首？请春娇鸟一起浮回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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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但是我觉得那个闪亮的感觉，后来我认真思考之后，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会做觉察。我发现它不是不见，它是在不同的地方了，就是已经不是靠外在就外表来吃饭，就是它转移到我的内心去了。没错。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变老可能有几个原因，我自己分析出来的，我可以跟你分享看。你最会分析了，拜托，赶快跟我说，我很不会抓重点。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害怕变得不好看。然后，但是其实你害怕的不是那种变丑哦，就是反而是那种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啊，我还会被喜欢吗？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会有人喜欢我吗？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的自信都来自于被看见，就是可以吸引别人这样子。我懂好吗？拜托，以前我走到哪里，你就会感觉到都有很多目光 spotlight 打上去。现在我走到哪里，根本就没有人会看我一眼了。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这种心态反而是相反的。以前别人很多看我的时候，我反而是不喜欢的。现在我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拜托不要看我，我就想要素颜，然后穿个运动鞋出门，然后安安静静的，就是你知道做我自己的事，喝我的咖啡就好了。我觉得真的就是你有某一天，然后你突然发现说别人不太关注你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失落。我自己的分析，第一个就是会有一点点小失落。但你现在的感觉就是你活在自我当中，就是注重自己的情况下面，那我当然就是 OK 咯。怎么舒服怎么来。对，没错没错。但是我觉得这种落差是很真实的，就是你后来会发现，漂亮真的已经不是外在了，而是你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内心的平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所以当你觉得很平静，然后很自在、很舒服，你就会闪闪发光了，由内而外的散发一种光。就是那种是一种气场的亮度啊，让你整个对，人哇走出来都有自带光芒的感觉。我觉得第二种怕啊，我自己分析的结果说，长大之后反而更常被需要，就是家庭啊、朋友啊、工作啊，甚至小孩、老师都会一直来找你。因为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然后是可以 handle 很多事情，觉得我们比较有历练啊，我们好像活得比较资深，对，这种感就是觉吗？没错没错，就是你其实不是害怕别人来找你，因为找的人太多，你被需要到太忙了。但是你是突然会觉得说，你自己的位置好像变了，就我们已经不是那种文艺小说里面那种女主角，而是变成那种很稳重、很成熟，然后大家都预设可以找你去商量心事的人。是会变得是比较多，是真正他们比较讨论一些比较认真的一些人生的方向啊，或者什么等等，才会来找我们。突然之间，我们已经变了，不是在聊八卦了。对，以前我们是觉得我们被需要是那种哦，哎，你年轻，所以你想法很酷，你很有想法。然后现在就是，哎，你很可靠啊，你很稳重啊，你可以收拾烂摊子。救火队，救火队。你说的真的是没错，因为以前别人都会觉得我好像特立独行，然后标新立异的这种感觉。现在朋友，我昨天去找我朋友，我朋友跟我讲说，他就是很想要跟我待在一起，因为觉得内心很舒服，然后很平静。变了，对不对？所以明明是升级了，但是你会觉得内心超复杂的。现在已经不能再靠那种就是外在被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不同的一个转换啦。对，而且我们就是虽然说我们担心说，哎，为什么我们的角色突然从年轻美眉的那种女主角变成大人级的那种可能阿姨、姐姐什么之类的，但你知道吗？被叫一声姐，就代表你在他们心目中某种程度有一种存在感嘛，有那个分量，很重的对，分量。另外一种成熟的表现，我其实也蛮喜欢的啦。
对啊，所以我觉得说，虽然我们会害怕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位置改变，至少它是活的，也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闪亮。它是一种安静，然后而且非常成熟的那种闪亮。对，对，然后我觉得还有第三种，我觉得你应该也很有感。你真的想要我讲吗？我觉得这个真的怎么啦？到超底重击人心哦。又重击我心脏。我觉得就第三个，我觉得不是那种梦想不见，是怕自己再也找不回以前那种对未来很兴奋的那种感觉。对耶，因为小时候对于那种梦想，就是会很坚持、很狂热，你可以废寝忘食、熬夜，然后就是一直朝着梦想前进。但是现在会觉得说，哎，算了，反正也差不多，我就去划个手机追剧，耍个废完，或者什么9点半我要去睡觉了，我根本已经缺少了这种怎么说，我们失去了这个对于未来目标的热情嘛，变成比较是。就是舒服，你很了解自己了嘛，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啦，你不用，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你比较不会去逼自己了吗？是不是这样？我觉得没错啊，就好像就是我觉得不是说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很冲的心情了，然后是开始怀疑说，哎，我是不是变老了，然后我有点堕落了，然后就不想往前冲刺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觉得懒的这个界限是蛮模糊的。对于懒跟觉得很了解自己，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界限很模糊。啊，那我换个说法，应该就是说，以前呢，我们都是很想要往前冲，想要对，突破自己，想要被看见，就是在职场上，你就是想要冲冲冲冲冲，你知道冲冲冲，哎，嗯，那个是谁？林世坚吗？冲冲冲，哦，不是。然后以那现在的状况是，我觉得比较像是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舒服啊，然后安稳从从下来。容容，哎，怎么都然后什么从从是他？容容什么？怎么又是他？怎么从从就是容容什么？宝宝帮我接下一句。我也忘记了，我不知道怎么唱。反正 anyway 就是以前是想要让以前就是冲刺，现在就是想要让自己更安稳下来。没错，就嗯，是从容不迫，然后就像我讲的内核稳定，对不对？对，就是成熟嘛，就是希望可以更走回到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会觉得说，其实就是变得成熟也是另外一种美，因为你已经嗯，很了解自己嘛，就像30+，我们就是熟女了吧？熟女就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很多事情都会比较，你不会去强求了，然后怎么样舒服，就像我说的，怎么舒服怎么就怎来，你就会么怎么来。选，对你就会适合自己的，而不是就是大家讲什么你就会觉得哦，我也要这样做。我们不会在那边一味的跟风，反而是会比较知嗯，道，对，就是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就好了。没错没错，我觉得现在就是会很容易去理解说那种生活的自在感其实很珍贵。以前都对，太在意那种外在的眼光，跟太在意想要被看见，太在意要被称赞跟认同。对，以前我们那些内在的那些感受是很需要从外界得到，就是从外面拿。但是现在我觉得是比较像往内吗？而且我发现那种被夸奖也有差。以前别人说我很漂亮，我好像就很开心了。现在人家说哦，我觉得你能量很好哎，跟你在一起很舒服哎，我觉得是最高级别的称赞，你懂吗？很棒哎、嗯。而且我发现就是变老，我说自己变老，对，变老也会让自己就是会把步调慢下来嘛，对不对？就对，是嗯，舒舒服服慢慢走，然后也会学会就是那种不慌不忙，然后反而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自己，就是你知道身心灵都照顾，我觉得这样很性感呢、对，真的蛮性感，就是另外一种不是外看法。在的性感，对，对，另外一种角度，变成已经不是让你失去光芒，就是我说的那种光芒，不是说你的脸要多紧致的那种光嗯，芒，对，就是从内而外散出来的那种，让你整个人变那个气场跟感觉是那种很温柔啊，很温暖嗯。啊，然后变得超有味道，但不是老人味哦，不是。我才没有老人味嘞，拜托，你在说我也谁？没有，我也没有在说什么。现在的女人，你不觉得她们都越活越美吗？就是像很多40+的朋友，其实你真的看不出来欸，把自己照顾很好的人，你只要那种开同学会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有这种比较吗？就那些照顾自己的人，是真的
那种漂亮是我不会形容，有一种年轻的感觉吗？有40几看起来像30几岁那种感觉吗？你这样，我突然还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前阵子看那个新闻，有一个健身阿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她没有？70几岁参加健身比赛，但是她啊，整个那个照片看起来人像50几岁然后那个气色啊，还有那个线条啊，还有那个走路的气场都超美的。我就会觉得说，哇，原来老也可以变得这么帅这么美那我现在先去健身了，拜拜。突然想到了，我之前在巴黎念书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那时候才小我个7、8岁吧。然后他之前都会跟我说，因为我认识了你，会让我不再害怕变老。他说原来就是这个年纪可以有这个状态，但是当时我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呀、你在说我老，就说。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称赞呢。他说，因为看到我可以活成这样，所以他也不再担心自己变老。我就觉得，好像对，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活在那个当下的那个，就是很注重在现在的自己，反正他那时候很棒。就觉得我很酷，我就觉得也是，我们应该不需要再定义，比如说你什么年纪穿什么衣服。你现在很多人，你知道60岁的阿嬷很辣，也是可以穿短裙呐、对不对？你这让我想到我那时候30几岁，我这样讲是不是讲出我自己30？反正我就出社会之后，我妈妈就常常提醒我说，你已经出社会了，你不要再穿迷你短裙。我就心里想说，谁规定几岁不能穿短裙这件事情？对，没对。错，现在就是要穿，我等下就去换。对，所以你看很多情况下，就是那种内心的状态，其实是会反映在你的外表上面的。就是你心里的状态很好的时候，那个整个人的气场跟人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亮，叮，自带光芒。相但是由心生。没错没错，但如果像忧郁很久啊什么的，那个从脸也看得出来说啊，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所以就算你再年轻，看起来就是面颊就是拍拍吗？我不太会讲台语，反正就是面色看起来就是不太好，就是看起来反正就是不能量不舒爽。好，你是可以感觉出来的。所以现在就着重在身心灵，你知道，就是全部一起的。那我希望有一天，等我们7老80，我们还可以像这样，像现在这样，心态年轻，然后轻松的聊天。我觉得一定可以的啊！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可以想象的是，一定我们坐在那个餐桌前，然后喝个小红酒，然后还一直在那边想说：“哎呦，卡蒂，你怎么这么老了，还这么好看呐、你为什么会变成那样？那拜托不要打给我，不是变老吗？变老不是都会变成你是个巫婆吗？你不能 sexy 一点吗？我就说卡蒂，你现在怎么也老的这么美啊？你看这个人，你脸蛋是，你知道，你这要买什么胶原蛋白吗？美颜针是这个那时候已经童颜不在针。乎。然后速度还要再放慢，都要可能调到0.5。那时候我们应该是很缓慢，你会满头白发，还在那边擦口红，slow motion。然后我在旁边帮你拿那个老花眼镜，你的眼镜又变成老花眼镜了。这样子，真的耶。好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会讲这些有的没的543吧。反正 anyway 无所谓，反正我们就是这样，老的漂亮，老的自在，老的真诚，我觉得很棒啊，一定可以对的。对，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不管你几岁，就是我觉得你要活在这个当下嘛，就是你什么年纪，你就活成那个年纪的样子就好了，你懂吗？就是你不要50岁还在期待20岁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就是 right now，算现在，然后留一点喜欢给现在此时此刻的自己。好啦，我就说，不要只是一点点，是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好吧？我是对，康妮，卡 a 好，我我们就们下次见，下次见喽，拜拜。拜拜。